喂，110吗？喂，真的，就是小说上那种飞来飞去的修仙界，我真的穿越了。你先冷静，把情况说清楚。他们说我武灵根资质很差，明天挖不出4块连环就剥皮，大概要死了。你先别急，慢慢说。这玉佩是怎么来的？怎么会发出声音？捡玉佩的老大爷已经送医检查了，你要是有困难，我们会帮你，但必须如实说明情况。我们会核实你的说法。你先把身份信息和经历详细讲讲。这材质确实特殊，没有电子元件的痕迹。小张，你继续记录情况，我立刻上报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陆离，身份证号22000，家住京市潘家园街道。那天我下班摸了地摊玉佩，眼前一黑就到这儿了，稀里糊涂入了魔宗，练出灵力，注入玉佩它就亮了。我喊110，就接通了这里。陆离，你的身份信息我们正在核查，保持通讯畅通，不要中断联系。这几个月简直是噩梦。在这弱肉强食的修仙世界，我没有任何特殊能力，武灵根只配挖矿。若不是偷偷吸纳灵气，积攒灵力，踏入炼气1层唤醒玉佩，这辈子恐怕都要困死在这矿洞里了。陆离同志，我在。你好，我是京市国安负责人黎元朝。你的情况国家已经初步了解，并高度重视。经过技术检测，玉佩发出的信号来源不在蓝星范围，国家相信你说的情况。首长，谢谢您的信任。我代表国家和人民正式与你建立联络。当前你的首要任务是保证自身安全，活下去。谢谢首长。不用客气。现在请你详细报告你的具体位置、周边环境、人员分布以及可能存在的威胁。国家正在调动资源为你提供支持。你需要什么帮助，才能在当前环境下生存下去？李局，我需要最坚固的冲击钻，能应对坚硬矿石的那种，还有一把沙鹰。李局，冲击钻和沙鹰在修仙界环境中是否适用，需要进一步评估。是否要考虑物品的变形性和能量供给问题？陆离同志目前是炼气1层，可能无法长时间使用耗能设备。陆离同志的需求必然有其合理性，我们不能用常规思维判断修仙界的情况。5分钟内，按他的要求准备好所需物品。但李局，这东西怎么才能送到我这儿呢？陆离同志，我是研究院的王志文。经过对玉佩材质结构的研究，以及其已展现的声音传输能力，我们推测，若能注入充足灵力，理论上玉佩具备物品传输的可能性。你需要的物品已经全部准备完毕，就放在玉佩旁。陆离，你能否进一步汇聚灵力，尝试激活传输功能？这2天我只挖下来这1块青金矿石，就算交上去也不够数量，不如赌一把。五星诀。拿到了，李局，我体内灵力消耗过大，通讯可能要暂时中断。炼气1层的灵力太微弱，用凿子根本凿不动坚硬的矿壁。请给我破！所有人立刻到洞口集合交矿，迟到者死！这玉佩既然能传输物品，说不定还有储物功能。能足额上交4块灵矿的，到右侧排队上交；数量不足的，站到左侧。师兄饶命，我只差1块，这3块都给你，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。差1块就是没完成任务，下辈子记得准时足额上交。炼气3层的修士，血肉皮囊和魂魄都不能浪费，把他送魂堂。好残忍的规矩，必须尽快想办法离开这里。等等，一个炼气1层的修士，竟然能足额上交矿石，有点奇怪。小子，你给我过来！师兄，这次确实是运气好，刚好碰到一片矿脉比较松散的区域，才勉强挖够了数量。别乱动，看你身上有没有问题。灵力波动正常，没有异常气息，运气好，确实不错。希望师弟下次挖矿还能有这么好的运气。谢师兄吉言。领完口粮就回去修炼，7天后准时来矿洞集合。紧急通知！玉佩书新异常闪烁，疑似通讯请求，全体人员做好准备。陆离同志，我们已就位，随时听你汇报。李局，感谢国家上次的及时帮助，我目前暂时安全。这是国家应该做的，上级已下达最高指示，国家将无条件为你提供支持，你尽管放心。最高指示，国家竟然这么重视我。详细说说你现在的情况吧。我所在的世界因为条龙界下辖多个星球，
我目前在东方星西周边陲的青赤魔宗，据我了解，这是一个中千世界。中千世界，按照修仙界的划分，往上应该还有大千世界，这对我们研究跨世界文明有着重大意义。这里的外门管事白胜已经对我产生了疑心，我现在只是炼气1层，下次若还能作恶上交矿石，他肯定会进一步追查。此人是炼气后期修为，手段狠辣，我处境不太安全。根据现有信息推演，若陆离同志能在短期内突破到炼气2层，白胜对他的怀疑程度可降低65%。关键问题是如何让陆离同志在短时间内实现突破。既然玉佩能双向传输物品，我可以将这里的青金锂矿传回去。不知道国家能否研发高效提升矿石内灵力的技术？若能得到提升后的灵力，我的修炼速度肯定能1日千里。这个方案具有极大可行性。我们不仅能通过灵矿研究修仙界的能量形态，还能反向为陆离同志提供支持，这是双赢的局面。这10枚青金灵矿，给我目前修炼的五行诀功法，麻烦国家了。我立刻带队开展分析研究，尽快拿出灵力提纯方案。陆离同志，请你放心，国家一定不会让你失望。谢谢李局。一定要优先保证自身安全。喂，陆离，发生什么事了？能听到吗？恭贺白衣真人进位真君。陆离，怎么了？李局，我没事。有人突破金丹，修仙等级，炼气受100，筑基真人受200，金丹真君受500，简直小神仙。白毅也姓白，莫非是白胜的靠山？我必须更加小心了。灵力不足，通讯要中断了。立刻向上汇报，白翼真君的情报极为重要。最高指示批准，正式成立749小组，专门负责异世界研究，征调520人，全力攻关。我们一定全力支持陆离同志。见过师兄，老祖突破真君，我白家终成4大金丹家族。陆离炼气1层，上次运气好，这次我倒要看看。速速下矿，2日后收矿。快走，别挡道，走！小陆同志，你传回来的东西，我们有重大发现。王院士，是提纯成功了吗？这个倒还没有，但是我们对五行诀有重大发现。什么发现？稍等，我这就传输过去。这是咱们2099年最新款3D 投影演示器。小陆，打开它。这是五行诀运转图。没错，国家用量子计算机对五行诀优化分析，找到了最优运行路径。根据模拟，这套优化功法至少可以将修炼速度提升5到10倍。血炼化脉冲吸纳法，金灵力先行，经脉，水灵力随后，自愈修养伤，木灵力紧跟，加速经脉生长；火灵力爆发，淬炼经脉强度；土灵力最后。夯实根基，稳固丹田，这颠覆性的修炼方法。陆离同志，这只是目前的理论推演，存在一定风险。我们用小白鼠做过活体传输测试，虽然失败了，但证明了可能性。陆离同志，最高指示，为你召集520人成立的749小组，任务代号南天门。南天门，终极目标，开启大夏全民修仙时代。国家将全力支持你。修改功法先别尝试，等稳定再说。现在很大几率会出现逆流爆体的危险。请首长放心，我绝不辜负国家期待。白胜盯上我了，我必须先试试。真的逆流了，给我下去！好险！刚才多亏我灵根吸收灵力很多，真容易爆体而亡。牛逼！灵力底蕴和纯度都大大增强，竟然领悟了终极五行诀运转精髓。
国家的量子计算机太厉害了。行，必须得挖点矿，就算不上交，自己现在也急需矿石。我何时能筑基？家族大喜事！堂兄，大喜讯！因老祖晋升金丹真君，白家已正式跻身4大金丹家族，宗门特批白家上白峰成立，我们被划归管辖8座矿脉和4处陵园。老祖神威，天佑我白家，筑基有望了！我的道途终于通达了。还有，老祖特意传话，今日你可以对杂役们勉励一番，展现家族恩德。好，我这就去安排。哼，都站好，今日交矿。诶，那个陆离，传上白风白翼真君口谕，今日未达标者不做惩处，达标者奖励1枚灵子。恭谢白真君恩典，真君慈悲。不用作恶上交，省下了。师兄，这次运气不佳，只挖到2块。等等，哼，怎么把这小子忘了？上次足额，这次只有2块。师兄明鉴，确实运气不好。玉佩是凡俗之物，看不出异常。身上现在确实没有其他储物宝物。命好，运气不错，下次咦，修为精进不少。怀疑减轻不少，过关了。这灵光好稳，这是终极5行诀，练气1层就领悟终结，闻所未闻。我可真是主角人设啊！此子对功法一道倒有点天赋。见了，此人有古怪。终极5行诀，我要是能领悟就好了。我等资质平庸，竟然要突破了！炼气2层成了。丹田扩大1倍，灵力厚度增加了不少。陆师弟突破了，才7天，好快，正常要半月甚至1月。陈峰，此子心性过人，以后多留意。剑老，连你也看不透此人。所有人下矿！突破了，炼气2层。回师兄，师弟小有顿悟，刚好突破。不过半月时间，不错，倒也还算正常。运气不错，性子也够勤勉。你既然修为有进，想必交足4块份额不算难事，所以这次可不会免惩处。离句好。小陆同志，功法你可有修炼？效果如何？国家改进的5行诀虽有瑕疵，但效果非常好。我已成功突破炼气2层，成功了！哈哈哈，我们的研究竟然真的成功了！我就知道，我就知道！王老，这是我修炼改进功法的修炼心得，太有用了，能攻破不少难题。小陆，能否请求你再送1批青金灵矿样本？提纯马上就有可能实现。好。陆离同志，749战略组针对你目前的情况进行了详细分析。你在杂役区局面已经完全打开，白胜怀疑被彻底减轻，但你万不能着急升入外门，最快也要稳住6个月，如此才能将风险降到最低。好精准的推断，能帮我规避不少风险。6个月后升入外门，你将拥有合法身份和独立剧组，那时大夏将正式窥见超凡文明真实样貌。布置上希望你能全力配合。我明白了，不过现在我得去办另一件事情。
既然要够6个月，那就多攒点灵矿。这么快？6块了。这青金灵矿内灵力充沛，肯定价值不菲。多攒点，说不定将来国家真能提纯成功。陆离同志的修炼心得太有用了，能攻破不少难题。找到了，看这一段。灵力国弹中，细流入潭，据盘旋叙事，陆离同志明确说此处有虚弱感。我们之前的模型是直线加速，但根据实测，在膻中穴这个节点，灵力需要0.3秒的滞留共振，这印证了我们的灵力增压理论。传统理论认为，膻中穴是宗气汇聚之所，现在看它更像一个天然的能量谐振腔。王老，您看这里灵力脉冲间隔的描述，这完全符合我们仿真的组织修复窗口期。木性灵力不是在简单流动，它是在进行细胞级的能量修复。陆离同志的每一句心得都像一把钥匙，精准打开了我们理论模型中那些模糊的区块。这次我们要让陆离同志的修炼速度再加1倍。也不知道离局他们的研究有没有进展。啊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也没输入灵力啊，错觉。检测到异常能量波动，能量读数在液态阶段急剧升高，远超预估。果然如此，这灵魂的物理性质是假象，它的内核是灵力，高温破坏了稳定结构，导致灵力失控逸散。立即激活7浪程序，必须在灵力完全消散前把它锁在晶体里。能量读数在下降，不是在凝聚，它正在形成稳定的能量内核。我们成功了，我们提取了灵矿内核。提取率只有3%，大部分灵力还是在冷却过程中浪费了。怎么回事？刚才那种感觉是什么？或许有没有可能我们搞错了方向？在不知道物质基本结构的前提下进行物理实验，它抗拒物理提纯失败是必然的。那如果我们把它溶解呢？用一种能匹配它频率的溶液。你是说？已有20多块了，等攒够30块，再停手专心修炼一下。爸，你就不能体谅体谅我？接送小宝做3顿饭能赖着您吗？退休了，除了下棋还能干什么？人都老了，就不能老老实实往家里做点贡献？是啊，老了还能干什么？周丽啊，你父亲当年为国家做出诸多贡献，不行，请个保姆吧。请保姆不花钱，明明家里有人，我真搞不懂你们这些老文化人什么脑子啊！作战队，他们一般只执行机密重要任务，来这里干什么？奉最高指挥部命令，国家重点计划遭遇重大技术瓶颈，特聘您为首席科学顾问，授予绝密权限，请即刻归队。绝密权限？国家说，我这个老骨头还是能为民族复兴燃烧最后的热血，不是你说的什么都干不了。太好了，进展好快，要是再快点就更好了，不过应该很难实现。这是修仙异界。老王，你们到底在说什么？老周，你终于来了，快来看看这个3个月前的绝密录像。确认了，信号坐标不在蓝星，能量波动是灵力，竟然是真的！教授，我们需要你。既然是物质，就能被解析。先做活体实验，我要看数据。
只要能传送活物，我就能回家了。失败了，凡胎肉体无法承受跨界撕扯。陆离，数据证明，只有打破生命极限，需要无限大的灵力支撑才行。成仙太难了，等我成仙，恐怕家里早已沧海桑田。陆离，不要放弃，国家也在尝试研究修仙，到时候可以让你的家人也修仙长生。退一万步讲，国家还有人体永动技术，我们可以冷冻你的父母妹妹，哪怕1000年，他们也能等你回来。对。只要我能成仙，起死回生都不是难事。为了爸妈，为了回家，我必成仙。谁？嘿嘿，陆师弟，你那发光的双鱼玉佩是什么宝贝？给我看看。马师兄，你看错了。少废话！炼气3层，咱魔宗死个杂役，可没人会在乎的。不好！这里是你的葬身之地，看清楚了，这就是送你上路的利刃。7步之外，枪快！什么乱七八糟的？而且可惜，现在7步之内了。7步之内，枪又准又快。这就是炼气3层，点50的杀伤力，果然强大。得赶紧处理一下尸体。长感谢，不可能，绝不可能！天王老子来了都不可能！这批订单是给邻国北极钻井平台的，全球就3家能造，我郁金赔不起，招牌砸了谁负责？刘建国同志，部队的人。刘建国同志，我就问你一句话：如果现在是战争时期，你还要跟敌人讲信誉吗？真打仗了？差不多吧。国家战略部署，全体都有，拉电闸，停产，感谢。平时挣外汇，战时造脊梁，就算是砸锅卖铁，也绝不能给国家掉链子。总算清理干净了。所有人立刻来矿洞口集合，少1人，杀无赦。百胜，怎么这个时候来了？难道刚才的枪声？瑶瑶，你刚失踪好几个月了，估计在外面犯事了吧？别把你那丧气带进重点班，你只配去垃圾学校。陆遥同志，我们要向你通报，你的哥哥陆离同志因执行国家秘密任务，立下重大功勋，经特批，你已获得清华大学保送资格，或国内顶尖学府，任你挑选。不可能！我就知道，哥哥是大英雄。我是领导，不管对错，我说的算。不想干就滚！一家子废物。骂我可以，但我家人不是废物。不是废物，儿子也是不学无术的混混，这下人都跑路了吧？说不定犯事藏起来了。陆大海同志，感谢您培养出陆离这样的国士，这是国家的100万特别奖金。我就知道你是好样的。87人下矿，只有86人出来。马六呢？好大的胆子，敢在我的眼皮底下逃跑，还是死了？马六，10息内不滚出来，死！少主！你身上怎么有一股奇怪的焦糊味？说话！哪来的焦糊味？回师兄，矿洞阴湿毒虫太多，咬得受不了。师弟刚才点了艾草熏虫子。鬼多作怪！你们先交任务，准备领口粮。我先进去找找马六。哼，幸好将尸体收到玉佩空间，修口血迹，引火烧过，应该不会找到什么线索。在强磁场干涉下，灵力的波粒二象性被稳定了。我们用量子纠缠锁定了灵子频率。虽然灵液的物理提纯还在攻坚，但五行诀 2.0 的模型已经完美跑通。现在的五行诀理论效率再次提升了30%。李举怎么愁眉苦脸的？
2个月前听到陆离同志惊呼一声谁，信号就断了，我现在一直失联。什么？我们埋头科研这2个月，陆离一直失联，难道出事了？不，我相信陆离同志绝不会这么容易牺牲的。继续监测，一旦有信号，立刻把五行诀 2.0 版本传给他。灵液提纯项目进度加快。哎。白圣带长老入矿洞找马六，这2个月又数次布置阵法，搞得我不敢联系离局。他们应该很担心。马上炼气3层了，有改良版五行诀辅助，3个多月足以提升到炼气4层。到那时就可入外门拥有洞府了。有了马六事件，拥有洞府前，在外面不能轻易联系离局。这几个月安心修炼吧。如今炼气2层足额上交，也不会引人注意了。剑老，你说此人会不会也同我一样，身上有特殊存在？这2个月期间，他马上炼气3层了。老夫没感觉他身上有什么异常灵力波动，或许是碰巧对功法一道有点天赋吧。莫要胡思乱想了，待你炼化这道剑元，就速速深入外门，入击后方取走老夫遗留的那只残剑，到时候……不行，高温破坏了结构，灵力失控正在逸散。尝试第2方案，激活极冷程序，锁住灵力。虽然提取成功，但提取率只有3%，失败了。用液态灵液做溶剂，在内部融化灵矿，是否能保住内核灵力？我觉得可行。快调整方案！警告：内部压力异常，灵力读数急剧下降。你的鲜血又浪费了吗？等等，那是什么？成功了！我们成功了！的确成了，灵力保留率至少8成，太好了！这些灵力激活玉佩，尝试联系陆离。没反应？难道这双玉佩只能那边单向开启？灵液提纯成功了，陆离，到底在哪儿？叶真宗师兄突破炼气4层了，被长老接走了。此人面对白圣冷漠杀人，都表现得云淡风轻。修炼时偶尔还自言自语，时而点头，时而摇头，像极了在和谁对话。这种表现，要么是脑子有病，要么就是随身带着老爷爷典型的主角模板啊！这种自带主角光环的人因果太大，身边的人容易成炮灰。走了正好，离他越远越安全。先突破炼气3层瓶颈再说。炼气3层破。还有2个多月，拱到炼气4层升外门，就能再联系离局他们了。这股威压，陆离师兄进去炼气4层了。你们几个新来的不清楚，这小子在这苟了快1年，终于熬出头了。挖矿攒下数千枚矿石，若非不敢用，早就进阶成功了。不过现在带着这笔巨款进外门，以后也是依仗。竟然是你突破了！杂役弟子陆离侥幸突破，特禀师兄。好，不到1年就能突破，是个可造之才。1年才炼气4层，简直废物。若不是家族需拉拢更多人照看，都懒得搭理你这种弱鸡。上来吧，这就送你去外门路名。进了外门便是一家人。你也知道，我家老祖新立上白峰，正是用人之际。拿着这块牌子，以后在宗内若遇难处，可来以武洞找我。这就开始拉拢了。以前视如草芥，现在成了香饽饽。多谢白师兄提醒，这才是真正的修仙界。陆离，武灵根，23岁，商野洞一座，每月需接取3件任务，1年总计36件，可同时接取完成，但万不能少。这是储物袋，内有法剑1把，法衣2套，身份玉简1枚，玉之灵13块。好生修炼，莫要懈怠。谢师兄。有了自己的洞府，终于安全了。李举，王老。我失联半年，
今日终于可以联系国家了。李举，能听见吗？我是陆离。通了，信号恢复了。陆离同志，我是李元朝，你安全吗？我很安全。李举，我已炼气4层升入外门，有了夺力洞府。好，活着就好。这半年我了解的一些事，青石宗内门分4方：上元、上清、上炼及新立的上白方。外门设战、气、丹、震、术5堂。另外，我在杂役区发现一名叫叶晨风的弟子，行为极其异常，常自言自语，仿佛在与空气对话，且修行速度极快，而且……好的，收到。战指部立刻建模分析。李举，我父母能帮我瞒着吗？就说我很安全。放心，你失联时，组织早已派人安抚。二老现为功臣之家，你妹妹也保送清华大学。你现在被国家征用，国家替你守着后方。谢谢李举，谢谢组织。对了，陆离，为何让士兵修炼毫无反应？修炼需要2个天赋，灵根和灵气。灵根是天赋，我日后买一块测灵石给你们试试灵根。灵气是环境，我不确定蓝星是否存在。小鹿，科研组有好东西给你，这是青金灵液，纯度80%，还有改良版5行诀2.0全息演示，优化了经脉损耗。连这份分析报告一起。真做到了！工业提纯灵液，百亿炼气。对，别人炼气靠手感，我背后站着一个号称工业克苏鲁的钢铁大国。李举，我决定要学炼气，我要用大夏的工业机床卷死这群土著。陆离，针对你汇报的叶晨风，结果已出来了。数据符合随身老爷爷特征，也就是所谓的天命主角。这种人因果影响极大，国家建议利用其因果，但物理上保持绝对距离，切记。果然是主角模板，还好他入外门早，以他的天赋，我们不会再有接触了。好，你先安心修炼吧。这小瓶是用青金矿砂烧制的，能完美封存灵液不外泄。这工艺，修仙界的手法可做不到这么标准。大夏虽然不懂修仙界的炼气符文，但单靠材料学和工业精密度，就能造出这种法器雏形。没错，炼气就是最好的切入点。这里的炼气师，一个人一把锤子，带几个徒弟，那是手工作坊。而我背后站着一个号称工业克苏鲁的钢铁国度。七剑狂魔加上修仙炼气，只要能把图纸搞回去，指不定能造出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来。想学炼气，修为是基础，先看看这灵液的效果。好精纯！星诀转，入寂。好霸道的效果，这一瓶就顶得上我以前1月苦修。虽然过程痛苦了点儿，但这效率简直逆天。等这10瓶全部吸纳完，就算不能突破炼气5层，想来也差不多了。10年份凝血草回收价2点贡献，成品丹药需要5点，晶体矿石回收2点。一阶法剑售价20点，这哪里是修仙宗门，这分明是吃人不吐骨头的资本家。不想被当成韭菜割，就必须掌握核心科技炼气。嘿嘿，师弟，不好意思啊，这个人晚要了。这位师兄手速挺快啊。那是许雄师兄，炼气后期专抢这种不用出宗的安全任务。那还有没有去气堂的任务？还剩个清理炉渣，又脏又累，还容易烫伤，给的贡献点还少，没人愿意干。能进气堂内殿吗？那自然是能的。师兄，就这个，麻烦帮我留着，以后常驻。剑老，这陆离为了接个清理炉渣的苦力活，竟然还贿赂灵石。老夫早就说了，此子虽然运气好，领悟了点功法皮毛，
但终究眼界太低，不思进取去接外出历练的任务，反而钻营这种打杂的建议，显然是胸无大志，只想在宗门混日子。看来确实是我多虑了，这就是个普通的投机弟子，与我不是一路人。唯有杀伐，才能磨砺我的剑道。有效吧？等我把契唐的技术摸透了，再结合大夏的工业图纸，明天才上工。今天还有时间，顺便多了解点情报。得去查查这青池宗的老底，还有这东荒星的地图。东荒星、西周边陲这些地理版图必须死记硬背下来。不对劲，宗史记载3000年前祖师立宗，庇护凡人100万，这本是100年前修撰的，记载三郡人口还是100万。3000年了，风调雨顺的古代环境，人口竟然恒定在100万，不多也不少。这哪里是庇护，这分明是圈养。为了保持生态平衡，多出来的猪仔都被吃掉了，这是个魔窟，必须尽快联系国家，然后变强自保。李举，情报都在这儿了，青池宗是吃人的魔窟。收到，分析组立刻跟进。陆离，你现在的处境很危险。小鹿，别怕，国家给你准备了杀手锏。这是3D 全息播放器，我们用量子超算模拟了300万次，发现原版功法再三交警有损耗，优化后的五行诀 3.0， 将灵力频率改为3块1环，效率再次提升5倍。好，我试试，稍后再联络。这就是科学修仙。之前2.0版本堪比终极巅峰五行诀，够别人领悟几年10几年。如今3.0版本恐怕堪比高级版。嗑药，科学功法开挂。给我扩！成了，裂界5层。啊！谁？是你！怪哉，阴韵滋生，分明是高级功法的异象，怎么会是这小子？叶师兄，这么晚您怎么来了？炼气5层了，刚才那股高级数码波动是你。师兄说那个啊？刚才修炼五行诀，突然脑子一热，好像顿悟了，然后就突破了。我是不是练岔气了？动静很大吗？顿悟，侥幸。本尊还以为是什么天才，原来只是顿悟了区区低阶功法五行诀。武灵根就是武灵根，运气好一些罢了，别浪费时间。走。没事，既然是师弟顿悟，那是好事，路过而已，告辞。这就是主角的压迫感吗？随便路过都能撞上，必须搞钱买防护阵法，免得以后被人窥视。等我学会练气，把大夏流水线搬来，我也能批量造飞剑。这里就是炼气阁了。哪个不长眼的这时候进来？滚出去！弟子陆离见过平武大师。你便是接了任务的弟子。炉子刚用完，炉渣堆厚了，一切清理干净。是。记得先降温，若是烫得皮开肉绽，可别怪老夫没提醒你。开工，五行诀控水降温。这灵韵，
高级五行诀，行云流水，灵韵自显。没想到这世间竟还有人肯花时间将这最低阶基础法门练到高级版，心性不错。可惜只是炼气期的1阶法门。好生坚毅，怪不得要专门找人来清。怎么感觉这炉渣貌似也不全是废物呢？要不送回蓝星，让王老他们试试。既然如此，那就不能犀利了。累死我了，希望能有大用。陆离同志您好，现在是夜班时间，有什么事您请讲。陆离拼命传回来的，难道真是一群废料？不是乱序，就像被打散的积木，只要都能立足术轰击，把它们转回原位，就能唤醒它。粒子对撞机，用科技手段修复修仙材料，理论可行，就算不能恢复，这是新的一变。好，立刻启动量子计算器进行仿真模拟。唤醒了，迷离结构重组成功。李举，修仙界要靠天才地宝，而我们可以用物理学把遍地的废料变成顶级灵材。工业化量产灵材，这是弯道超车，这是工业炼器的基石。以后陆离在修仙界捡垃圾，我们都能帮他变废为宝，让他拥有无限资源。批准，器修局即刻升级，启动可控核聚变反应堆。师兄，这不是武大师炼器吗？师傅忙，今日我看炉子顺便练手，算你走运，入星年矿。哎呀，忘了先温炉，这就完了。不慌，小火温炉，熔至7-8，天流寒水，待将凝不僵，再涂精铁。这家伙把配方、火候、禁忌全背出来了。天水，师兄且慢，现在天水会炸。听，7成融化才能加水。听我指令，1成灵力，文火温炉。是。3、2、1，下星岩炭。成了，真的成了！1阶终结。来，我看看。师傅来了。好完美，不可动完美，除了这狗爬一样的文气，简直是大师水准。此子天性甚佳，只可惜是武灵根，哪怕悟得了高级五行诀，没有筑基丹，也毫无筑基可能。收徒无益，让他给熊二做个伴练，倒是不错，勉强凑合。陆离，以后这炉渣只许你一人清理。以后我给熊儿讲课，你可在旁顺便听听。顺便听听，这可是2阶大师的私教课，不仅免学费，还能合法打包所有工业废料。这哪里是陪读，这是白嫖！只要把图纸传回地球，结合超算分析打下的工业流水线，足以碾压这群手工作坊。多谢陆离师弟。其实师傅是我父亲的师弟。我父亲有一次外出寻找好材料的时候被人杀了，之后我便跟着父亲练气。你是他唯一认可的炼气弟子。客气了，师兄。师弟，真的多亏了你，灵石算酬劳，以后我出力，你出脑子。好，师兄，咱们这就开始攒家底。李雪，修仙界的炼器
本质就是材料学加能量刻录。那些炼器师靠的是经验和手感，不可复制。但我们大夏靠的是量化标准，只要能解析物质结构，我们就能用纳米级精度重构材料。这不仅是工业化量产，这是对修仙界的降维打击。也就是说，陆离只要搞到图纸和设计心得，我们就能做他的云端兵工厂。没错，而且按照陆离所说，低阶修士只会炼器，只有大能才可推演补全。但是我们可以用量子计算机模拟真实推演，炼器的终极仙功，极有可能触及世界本源，那是陆离回家的路。小妹都考进国防大学了，爸妈也有国家照顾，后顾之忧已解。既然国家要我学炼器，这是回家最近的路，那我就把这门手艺吃透。降温3度，现在加水。就这样，一边在炼器阁和许雄炼器，一边在东府修炼。1年后，终于追上了1年前的叶晨芳，踏入了炼器7层。炼器7层，后期已成。终于能御剑飞行了，这才叫修仙。陆离同志，第1阶段解析完成，准备开始第1次跨界炼器。终于等到这一天了。这小五行逆行图花光了我帮许雄打工攒下的所有积蓄，不过为了安全，值了。许师兄淘汰的旧炉子虽然破了点，但够用了。陆离同志，地球端银白合金特种熔炉已预热，全功率超算就位，随时准备同步。让修仙界看看什么叫工业奇迹！开始，按照我回传的步骤投放材料，掌握好温度和时间，我也会边炼制边口述心得。灵力输出3成，火火慢温，软化结构。就是现在，刻录坚固气纹，深度3分。成了，标准1阶下品法术甲衣，类似马甲形态防护甲。你们那边呢？各项数据完美，但没有灵光反应，好像是失败了。难道科技真的无法复刻修仙？别急，传过来我看看。两者对比啊，万如土之鸟冲对比电磁炮。你们这是按照钢铁侠图纸练的，这精度简直是降维打击！在你们那里没反应，应该是地球没有灵气。陆离，真的成了，那这是物理规则的胜利。但它在地球无法激活，这意味着我们需要能源。能源、灵气，那就需要灵脉。如果能把灵脉传回地球，陆离，战略组建议：第1，筑基丹被世家垄断，价值数千灵石。你必须从现在开始做好数十年积攒的准备。我有技术和国家做后盾，攒灵石不是问题。第2，灵脉体积巨大，你目前炼器期无法撼动，需等你筑基后再徐徐图制。第3，建议激活收徒计划，你需要帮手。徒弟的事我会留意。先这样，李局，我要去测试新装备了。这就是工业美学。
结构细粒完美，熔渣提炼物炼制的钢铁法甲造型，这性能完爆传统法甲。陆师弟，师傅嫌我道心不坚，逼我出宗历练，这一去怕是九死一生。筑基前送个人情，比以后送金山银山都管用。师兄，拿着，这是灵火雷，给你防身。并未感觉到灵力波动。此物特殊，乃是用灵石做高能炸药，无需灵力驱动，拉环即炸，威力堪比一阶高级符箓。无需灵力，威力还如此之大。遇强敌，扔出去，跑远点。若我许雄能活着筑基归来，一定好好感谢师弟。当初只是接个炉渣任务，却引发这么多连锁反应，这便是因果。既然灵石能做手雷，那只要算力足够，灵石狙击枪、灵纹机甲还会远吗？陆师兄，陆师兄，你可算来了！师兄，我要练把飞剑，这次帮我刻上嗜血穿甲腐毒气纹。老规矩，材料留3成。师兄，我这次想要个护心镜，不过能不能不要刻防御气纹？不要防御气纹，那你要什么？我要眩晕、麻痹，还有震耳。护心镜刻这些，行吧，多4层材料。早就准备好了。我要法靴，多刻几个情神气纹。师兄，给我练个法靴，刻满重力气纹，一脚下去打出体修战力。1月后来取。老规矩，不要零食，材料我留3成。老板说了，只收材料不收零食，用多余材料炼成品再卖，利润比单收加工费多2成，这才是生财之道。4件1阶初级，2件换贡献30点，2件换灵石60块。1件法剑卖不到20点贡献，听1堂课就收我30点，资本来了，青池宗也得流泪。这就是传说中掌握着生产资料，有恃无恐。见过张真人，都起来吧。今日我们讲气纹最常用的一种阵列。气纹可追溯至人族蒙昧之初，彼时有人族结现世，见人族苦难，心生大慈悲。他观天地运行之理，察万物生灭之象，以纸为笔，以大地为卷，刻下神异符号。他刻下雨，苍穹便垂落甘霖。他刻下晨，黑夜便退散，黎明降临；而当他刻下震，此便是阵列气纹之始，非是杀戮之纹，而是我人族先祖向天地祈求来的生存之纹。阵列气纹本质是高频震荡效果，能碎冰、细粒，若用得好，甚至有穿透之效。气纹当真神奇，不仅可刻在法器上，若刻在法甲上，便有防护乃至位移之能。王老，这是法甲的实战数据，还有新搞到的阵列气纹。我现在去丹堂和阵堂蹭课，特别是聚灵阵，学会了带回蓝星，不仅能改善环境，更是以后这一届灵气枯竭时的保命手段。好，陆离同志，国家战略组已建立修仙百亿数据库，等你填满它。怎么回事？突然心慌的节奏，左眼皮还跳。根据墨菲定律和修仙界生存法则，这是大因果逼近的警报。最近也没招惹谁。陆师弟，刚回宗就碰见你，你我还真是有缘呐。陈芳小心，此子不对劲了。1年不见，怎么给我一种极为隐晦的兄弟之感？孽缘吧。叶师兄刚回来，那师弟就不打扰了。师弟请留步。如今你修为也不算太低，我发现一座筑基前辈的洞府遗迹，里面可能有筑基丹，你可愿同我组队探索？叶师兄，我警告你，是最危险的，这种一般很有可能都是陷阱。可是机缘，历练是真的会死人的。我不去，不曾去，也不想去，告辞。开什么玩笑？和猪脚组队，几个有好下场的，小命不要了。这位陆师弟还真是稳健的过分，好像很怕我的样子。看不透，实在看不透。但他跑了，你的飞剑怎么办？这损伤若是找凶手，可就废了。唉，只能去气堂挂个高价任务碰碰运气了。
我去！奇怪，修仙者寒暑不侵，怎么会打喷嚏？肯定有人在算计我。不过我跑这么快，应该躲过叶晨风纠缠了。我就安心接任务，不出宗门，肯定不会和他再有来往。修补一阶高级飞剑，损坏严重，奖励80贡献点，就他了。这也太烂了，只剩丁点纹路，肉眼哪分得清是塑形还是破甲？这简直是盲人摸象。不过我有挂。王老，上科技，用量子计算机帮我对照一下这把残剑，我要全新修复方案。扫描完毕，原版气纹已还原，但我们发现原设计的穿透气纹结构冗余，效率极低。大侠建议直接优化，将穿透替换为效果相近但结构更简洁的碎骨气纹，结构强度能提升15%，杀伤力提升1成。数据优化战胜经验主义，不仅修复还能魔改，这就叫降维打击。成了，有国家帮扫描出方案，这80点贡献赚得太轻松了。剑老，这飞剑怎么感觉比修之前还要强了？这威力起码涨了1成。不仅完美修复了断裂处，还改良了核心气纹结构。这化腐朽为神奇的手段，这绝不是普通炼器师能做到的，哪怕是炼器大师也做不到如此完美。莫非是位隐世的1阶炼器宗师？炼器宗师，小子，一定要找到此人，无论如何也要让他成为你的挚友亲朋。我们需要他来修复那把开启遗藏的2阶极品残剑，哪怕是用那枚筑基丹做报酬，也值得。我去，怎么搞的？最近总打喷嚏，又有人算计我。师傅说了，提供飞行少争斗，过了这周围地线，再翻过金明山就安全了。穿的是青池宗的衣服，看来是只肥羊啊！老二老三，别废话，宰了他！我完犊子了，打不过，看看陆师弟这玩意儿咋样？一点灵力都没有，拿铁块砸人，青池宗穷疯了。这是什么威力？秒杀3个炼器后期，威力堪比，不，超越了1阶高级符箓。陆师弟，你练的这是什么玩意儿啊？这哪里是防身，这是大杀器呀！师弟等我，等我回宗筑基成功，必有大谢。师弟，你再好好想想，接我修剑任务的到底是谁？哪怕不记得名字，总该有什么特征吧？特征啊，我想起来了，此人有个怪癖，貌似老是爱接一些贡献低但不用出宗的任务，极其稳健。贡献低不出宗，符合这些条件的炼器师只有那个小子，莫非是陆离？我去！最近没出门也没啥事儿，难道是想多了？真是着凉了。我去！到底怎么回事？首先排除叶晨风，那还有什么危机牵连我？陆师弟，我有要事相商。叶晨风怕什么来什么。叶师兄，你这是何意？陆师弟，明人不说暗话，那把飞剑是你修的吗？能将1阶高级飞剑修复如初，你还要装吗？你是不是隐世的1阶炼器宗师？不是，师兄，你真误会了，我只是个普通匠师，平时爱下钻研，那天纯属运气好才修成的。
千里之外，分明是怕麻烦。炼器匠师能修好那种残剑，他这是在藏拙。别试探了，直接用力一砸晕他。那一招，这是筑基丹。陆师弟，不管你是不是宗师，但这把2阶极品残剑关乎我身家性命。你若能成，这枚筑基丹就是你的。定金和剑我都留下了，3日后我来取剑。别走啊，陆师！1000灵石买不到的战略物资，就这么硬塞给我了。不得见这语气中的焦急，这毫不犹豫的阔绰，这就是位面之子的压迫感吗？这分明是强制绑定的支线任务，拿了这个丹就上了他的贼船了。不行，呼叫大夏，结成练组，解析灵干一组。李姐，我貌似触发了什么不得了的支线任务，于之后把筑基丹砸我脸上了。如雷同志，稳住！国家智囊团马上进行风险评估。姓名叶晨风，修为炼气9层，性格年轻易冲动，城府不深。异常疑似有神秘存在，评价此人疑点颇多，不宜过多接触。陆离，根据分析，叶晨风提及修复对象时有明显的规避倾向，却过度强调报酬，这是典型的焦点转移。瞳孔微缩，手指僵硬，他在用高价值掩盖高风险。结论是他背后的努力虚弱至此。这把剑就是他的救命稻草，他在求你，不敢动你。战略组方案如下：唐一时下，炮弹打回，执行地图切割策略。只要你不和他处于同一个副本任务，物理上彻底隔离，他的主角光环就无法波及你。懂了，拿钱办事儿不留因果。这筑基丹我笑纳了。太落后了，修仙界的法器除了防就是挡，完全是被动挨打，有严重火力不足恐惧症。要造个狠货，一套全身战斗法甲，把灵石当做核反应堆，直接压缩能量打出去。我要做修仙界的钢铁侠。天才的设想，利用强磁场直接挤压灵石晶核，瞬间释放内部狂暴灵力，将其转化为高能粒子射线。这不是法器，这是单兵灵能重炮。图纸不错，但这黑金铁晶不愧是2级主材，硬度太高了，光揉面就耗尽了我3次。被加克鲁因化铁木，加固重次一承受后重力，加重反推。圣殿用力飞行，面甲植入通明，鹰式辅助锁定。这哪是法器，这是工业修仙的怪物。剑老，等陆师弟一筑基，我便能取了剑，离开此地。你取完剑要小心，当年我留置此剑时，正好把剑插在了此地灵脉脉眼上。你若取了飞剑，这青池宗怕是要有大变。大变？灵脉撕裂之类。青池宗灵脉不过3阶，宗中灵气必然大幅下降。那还取剑吗？为何不取？你当这青池宗是什么好东西？有朝一日你走出这片天地，别被吓破了胆就好。叶小子，你知道剑修最重要的是什么吗？一个好的剑修离不开一个强有力的辅助修士，只有背后有充足资源辅助，剑修才能无所顾忌去争去夺。您老的意思是，让我和陆师弟好好结交？如此大才，定要好好结交。有他相助，你成尊时间定会大大缩短。什么东西？眼花了！这是剑老，你可曾见过这种物件？这个，怎么感觉这像是一套法甲呢？还能飞行，好古怪的东西。
陆师弟，是你？这物件是你的？这是我近日炼制的法甲。师兄来找我是？这也叫法甲？怎的还能御空飞行？防护效果如何？具体我还没试，想来应该能抵挡炼气修士吧。那师弟可愿意让我帮你测试一番？那师弟小心。去。啥？把我的飞剑抓住了！叶师兄，这次该轮到我了，还请御出防御法器，挡我一击。啥意思？这法甲还能攻法？你攻击我？好，来吧，师弟，我看看你这奇怪的东西能打出什么样的攻击。怎么回事？为何有种心惊肉跳之感？极光钻！快快闪！差一点就死了。陆师弟，绝对是大才。师兄没事吧？无妨，一时大意没有闪。陆师弟，你这法甲卖吧，多少灵石？你开个价。这法甲材料都是炼气阁芦灰渣提炼冲塑而成，加上其他辅助材料，也不到2块灵石的成本。那就10倍价格。好，我要一件，做好了通知我。200块灵石，这主角就是豪横，发了！哈哈哈，送批灵石回去，再带一块测灵石，就可以安排人修炼测试了。李直、王老，我刚卖了件法甲，我留了些刺绣，这些送回家里，加上测灵石，你们可以放心试了。这就是灵石，太好了！有了它们，很多卡住的关键实验终于可以推进了。机会千载难逢，必须确定首批灵根测试人选。资源有限，名额只有10个。第一优先级，陆离家属父母、妹妹共3人，遗传概率最高，是验证灵根遗传性的关键对照组。第二优先级，精锐士兵3人，忠诚保证，能最快形成守护国家的初始力量。第三优先级，道教人士3人，道教内丹理论，或许暗合异界规律。最后一个名额给离局。好，就按这方案执行，以最高保密级别把人接至基地。南天门计划第1阶段灵根普查，现在开始。接下来的事会颠覆你们的认知。我们发现了另一个世界，修仙文明的世界。你们将参与验证地球人是否具备修炼资质。修仙？难道小说里不是胡编？附身无量天尊，这莫非是道教追寻数千年的终极目标？正是。有反应，3灵根，属性为金木水。老爸能修仙？4灵根，忠诚度最高的战士竟然也有资质。5灵根，附身无量天尊呐！足师垂帘，显圣机宜。我道将兴，天不负我道门。10人中3人具备灵根，检出率30%，这比例远比囚龙界高得多。这是我们巨大的潜在优势。灵气灵石资源极度匮乏，只能让1人先行试验修炼。最有资格决定由谁尝试的是陆离同志本人。能不能借助外装法器，幻化出一把灵璧刃，像星战里面的弓箭那样，纯溜变形战士啊！陆离同志，好消息，你父亲陆大海测出3灵根金木水属性。谁？我爸3灵根，真的假的？千真万确，资质比你还好。同期还有2人测出灵根，但我们建议让令尊进行首次引气入体实验。不行，绝对不行！为什么？他可是3灵根，资质最好，而且还是你父亲。不行，你只知道他3灵根，却不知道他大嘴巴。一回到家，立马全小区就知道了，他绝对保不了密。原来是这样。
实验性修炼数据极其重要，必须要能全程配合且素养极高的人。先让朽木同志尝试吧，部队的人服从性更好一些。今天就开始，我帮他虎道。灵脉研究进程提速10倍，要好好关注这方面信息。灵脉出生会有地妖异象，这是关键线索啊！辐射无量天尊，祖师在上，我道将心。所谓引气，非是引动，而是接引。天地灵气自有灵性，你当如主迎客，如持纳玉，依我之言，观想五方，青木参天，其根生直；赤焰跃动，其光温煦；白金石铁，其质凝聚；黑水幽渊，其流滋滋；黄土广浩，其德载物。陆前辈，我好像感应不到灵气。蓝星本就没有灵气，不主灵石，从其内部感应。五方初定，五行初备，莫要强缺，只存一念。肝木发气，化生心火，心火温煦，沉淀脾土，此气一生，方为引气。你也有反应，此后反复数次，待经脉适应，方能踏入炼气一层。成功了！数据记录，他体内产生了能量循环。老李，我们成功了，这条路走得通。蓝星可以修仙。近日，清水郡地龙作祟，地气翻滚，状若妖邪。地龙作祟，地气翻滚，状若妖邪。这描述怎么和人灵脉出生差不多？不会吧，这么巧？难不成真的是清水郡那么远，地龙又凶险，谁愿意接这苦差事？我接了。他不是一向胆子小，不愿出门的吗？陆师弟，可算见到你了。白师兄啊，恭喜师兄进阶炼气9层了，筑基指日可待。师弟客气了，如今你身价大涨，成了炼气将士，师兄特意恳求族里，让师弟入赘我白家，为师弟谋个出路。入赘？你不能到死连个后人都没有吧？在我白家择一两女，言下子嗣，对你祖宗也有个交代。况且白家可是上白峰嫡系，这哪是入赘，分明是当种马和免费劳动力。想让我专门生娃养娃，给白家贡献炼气天赋，但又不能直接拒绝。多谢好意，只是我刚接了清水郡任务，要出多一点时间，此事回来再说。哼，陆师弟想清楚了，在青池宗不依附家族，你能立足吗？多谢师兄，我考虑一下。脱子郡先出宗避风头，回来后投靠上面府5大师，才能摆脱白家纠缠。少儿，族里又来消息了，这月的俸禄又克扣了3成。什么？老祖都挣到金丹了，我们旁系处境反而更差。家族，因我之家共有嫡祖，嫡系吃香喝辣，旁系连口汤都喝不上。我再不争，可还有出头之日。陆离，你的炼气天赋就是我唯一的筑基机会，你不走，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哼，既然你要去清水郡，那就别怪师兄。根据陆离传回的情报，白胜提出入赘要求，我们分析了2种可能。若他信以为真，陆离不从，就会被白家联手锁死，结局是死局。如果是假的，那就是逼迫陆离出宗，然后在野外杀人夺宝。我建议我们不要赌，无论真假，都给陆离提供绝对的武力支持。离局，您的意思是让他们见识见识什么叫做火力不足恐惧症的终极疗法。国家要传送物资，这次量这么大，快撑不住了！什么东西？怎么这么多？这是什么怪物？陆离同志，这是我们根据你的法甲技术一脚研发的成影灵械机甲。灵械机甲，半机械半灵力，我们用修仙界的炉渣灵材重铸内核，刻录法甲祭纹，以压缩灵石为动力，只要有灵石能源供给，便能持续战斗。那他的战力，经过我们测试推演，理论战力应该是可以比肩筑基的。比肩？
筑基，我才炼气7层就能操控筑基级战力，这路走的快得有点吓人啊！陆离同志，国家永远是你最坚实的后盾。面对白氏威胁，我们不得不防。哼，陆离炼气7层，擅长炼气，有些小聪明。可惜师弟你的运气也就到此为止了。清水郡就是你的葬身之地，你身上一切秘密和宝物都将受到白胜的。终于出宗了，区区炼气7层，我隐匿气息的秘术手段，你必然无法查。可笑我出身金丹家族，资源却尽数倾斜给嫡系，生父为族里生死道消，只换来人走茶凉。我若有炼气之子，如今还会苦于没有临时资源筑基吗？为何偏偏是我先来？不争如何胜？筑了基，那天大的好事就有我一份。那是什么？向凡人铠甲头盔，毫无灵机反应。怎么回事？好像被人窥视了一般。不对劲，刚刚那绝不可能是错觉，难道真是我暴露了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除了筑基期，我这隐匿秘术，无人能感应到我的气息。就是这里把他截住，此地寂静无人，正好是杀人夺宝的地方。陆师弟，既然主动停了，还一点不慌，莫非你早知道我跟在后面？入赘之事是你捏造？不错，怎么，陆师弟还真想给白家当狗？怎么，师弟如此镇定，自觉有手段能自保？还真是假的，倒也正好。入赘什么的太麻烦了，还是杀人来的干脆些。哼，装神弄鬼！区区一个炼气7层也敢大放厥词？来，让为兄看看你的底细到底是什么！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师兄，这就是我的底气，看好了吗？你这到底是什么东西？我就知道了。不要过来！攻击速度确实比一般炼气修士快，胸口12块灵石驱动，如此充沛的灵力供应，短期爆发战力简直可怖。一个完全不用收手的炼气9层陪练可不好找，正好测试实战数据。该死！我炼气9层竟敌不过炼气7层的手段，直接逼得我动用底牌。阴魂幡，是心去。怨魂。正好试试灵磁顿威呢。就这点灵力波动，哼，太弱了。我幡中冤魂皆有100年修为，筑基不出，我当无敌。8000伏特特高压。怎么可能？冤魂，这是什么法器？非是2阶法器。雷霆克制恶邪，电压配合灵力增压，乘以战力，绝对比肩筑基。该死，这东西根本不知道怎么打，先撤，回去从长计议。跑得掉吗？还有3组数据没测试。什么鬼东西？直接撞碎了符箓防护盾！快跑！这么快？你跑不掉了。电压和速度测试了，再试试8连射速灵力炮。不争怎么上？怎么生存？我没有错，我只是输了。陆离，你的运气果然不错，我有预感，上白河会栽在你手里。也好，杀光那群嫡系，一下子吸干8000灵石力量。白胜穷的叮当响，灵石只有可怜的几10块，丹药3两瓶，怪不得出来打劫，这日子真过不下去了。诶，灵里对修士大有裨益，怪不得白胜想筑基。若我筑基，也能参加揠苗升仙，超维度的异界农作物，好东西。怎么回事？到底怎么样了？陆离同志，我是李元朝，你还好吧？请回答。李军你好，我是陆离。
平安就好，请讲。李举，我汇报，白胜已死。王老，这是从白胜搜来的灵米，修士服用的，国家可以研究研究。灵米，修仙食物。小陆同志，这灵米对修士有很大帮助吧？你先自己服用吧。无妨，这点灵米对我作用不大，国家可以先研究。我们拼着这条老命，要折腾点水花出来。陆离前辈，我是许墨，我引气入体了。对了，你既已是炼气修士，那不如你帮国家研究研究这个阴魂幡。出。749局已建立7大修仙试验车间，功法文献推演，炼气工艺生成，丹药生物萃取，符箓制图刻录，阵法绘制布局，灵力作物培育，魂魄意识信息。毫不夸张地说，整个炼气工业生产车间顶得上数10位炼气讲师。所有人务必详细记录魂体状态和数据。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用科学仪器正式观测到魂体。脑电波监测仪运行时，魂体与人类出现异常共振，波动频率有相似性。难道魂体和法器本质上是一种生物信号接收器？莫非酝养过程就是在抹除旧意识，刻录新信号？利用小白鼠和量子计算机开展虚拟生物模拟实验，这是把玄学彻底科学化。袁教授，灵米内部蕴含巨大能量，明明脱壳许久，仍具有强大活性。以后咱们岂不是也能吃上修仙者才能吃到的东西了？我们调动了全球总计1万块土壤样本，包括5大洲各国土壤，还有紧急运来的月壤和火星土壤。我的祖辈研究出杂交水稻，让百姓吃得饱。今天我要研究出灵米，让百姓不仅吃得饱，还要吃得好。目前炼气、符箓、阵法3大块，最大瓶颈是灵气短缺，又不知道哪里有灵气，所以我们必须能够探测甚至定位灵脉的存在。现代雷达探测、卫星遥感技术，我们完全可以将这种复合纹路与现有科技探测手段结合，将气纹载体、符文感应内核、阵纹场域放大3者融合，申请调派顶尖雷达与卫星遥感专家。我要搞个大动静出来，搞成修仙版雷达。地龙作祟，地气翻滚，范围固定在突闪，状若妖邪，地妖奸诈，有时7日一出，有时3日一动，难以琢磨。这描述难道是？那地妖之龙难道真的是灵脉？这描述完全吻合。先生，您是个好人，最近若没事，还是待在家里吧。怎么回事？凡人的一句话，竟能让我这个炼气修士汗毛竖起？不对，那小王八蛋呢？明明看他往这边跑了，跑哪儿去了？那少年在躲那几个泼皮，他怎么会知道他们会出现在这儿，并提前规划好逃跑路线？每次都提前规避障碍，这是什么能力？预知？五感封闭，生机流逝，区区一个凡人，怎么会有这种怪异之想？大哥，你醒醒！求求您救救我大哥，我们有怪病。怪病？仔细说说，我好知道怎么救人。我大哥每次用完那个就会变成这样，好几天才能醒。什么那个？这是哪儿？你们兄弟2人身上有古怪，先吃点东西，然后告诉我你们到底怎么回事。这是什么？好吃？你刚才是如何提前知道那些破皮在巷子口的？我也不知道，从10岁开始我就10岁就怎样？10岁那年，我和弟弟突然就有了一种能力。什么能力？10岁那年，我和弟弟就有了这种能力。我感受不到什么危险，但好像总是知道哪里有好事发生。但只要我去拿了，总是会出些其他祸事。而我能感受到危险在哪，但每次用完这能力，我就会生大病，好几天起不来，而且原本该有的好事也没了。驱符的这个用完能力会招祸，招祸的这个用完能力自身就有祸，还失去既得利益，这不玩这个脸吗？但若是配合使用，一人找机缘，一人避风险，这就是完美的寻宝雷达啊！你们这能力是因为凡体无法承载天机反噬，只要修仙用灵力，应该就能抵消副作用，甚至能掌控因果。真的吗？
我可以教你们修仙。狗受愿拜师，从此赐奉师尊。俺狗蛋也愿意。既然收你们为徒，便赐你们姓氏。从今以后，你们随我姓陆。陆，哥哥能避祸，却施福，此后不想福泽，但可为弟弟照亮长夜之路，便取名陆长明。弟弟能驱福，却招祸，此后不必灾厄，便取名陆长夜。长明不想福泽，为照长夜之路；长夜不必灾厄，为纳明光之福。可明白？陆长明，我终于有名字了。师尊，这名字像夜里点的灯。陆长夜，谢谢师尊，弟子拜见师尊。长明，你之前那句不要离家是什么意思？师尊，我好像看见您头顶上有丝丝黑气，一般这种就代表近日有危险。黑气？难道是那个灵脉任务有危险？师尊，西北方怎么了？与你有好事。不可！这就是驱符招祸的副作用。长夜，没我在身边，绝不可轻易动用能力。弟子知道了。长明说我头顶有黑气，长夜说西北方有好事，那灵脉所在，既是机缘，也是险地。干娘，这是我们的师尊，师尊说要安置您。两个孩子，你们有出息了。李正何在？小人在。仙人，小人该死。此妇人乃仙人转世，下凡历劫，待此生结束，便为天庭护职。尔等凡人务必善待，方有善报。可明白了？那人竟是仙人下凡，小人一定让他安享晚年。银子拿去，照顾好他。黎局你好。陆离同志，什么事？黎局你好，我收徒了，对，还是2个。收徒？在囚龙界收徒？陆离同志在囚龙界收了2个徒弟，都是天赋异禀。智囊团立即建档分析，评估价值。李局，陆离同志在吗？在。怎么了？陆离同志，经过我们炼器、炼符、炼阵3大车间联合研究，我们设计了一个灵脉探测法器，准备在蓝星试试。这个法器融合了气纹载体、符文感应内核、正文场域放大3大技术。气纹不像陆离那样刻录，而是以微型纳米电路板方式制成，并且结合了现代雷达和卫星遥感原理。图纸已经完成，想征求一下您的意见。灵脉探测法器。黎局，我看完图纸了。陆离同志，你有什么意见？3位负责人已接入。陆离同志，请你直接提意见。整体框架不错。首先，气纹载体需要加入破局气纹，扩大感应范围。其次，符文感应内核的位置要错开，避免互相干扰。最后，阵纹这里要补充土属阵纹，土能容万物。明白了，就像收音机天线，不错开会串台。陆离同志，我有个设想，这个法器未来可以升级，不仅能探测灵脉，甚至充当灵力雷达，搜寻敌人、防备警戒等等，起到察打防一体的中纠作用。这个想法很好。陆长明、陆长夜2人目前无大因果，能力虽强，但无主导权，因果源头在陆离同志身上。陆离同志现阶段的角色类似叶晨风背后的存在，是2徒弟的外挂和主导者。叶晨风是天生碰见了，因果自生，但我不一样，以后我走到哪儿或会有什么事，是我决定的。切，着凉了。叔，陆兄出宗也不喊我，一个人有什么意思啊？算了，我也出宗便是。清水卷有散修作乱，击杀任务，就这个了。今日为师传你们5行诀，记住，我辈修士手重稳健，修为都是其次，有命在，何愁不入大道？是，师尊。金木水火土5行循环，生生不息。你们仔细听。咦，不对，师尊他……长明何事？莫非我印堂更黑了？
师尊，您的祸事好像没了。什么？没了？师尊，我观念好事之枪似是更大了，就在西北方位。祸没了，福还大了。难道我缩在城里这几天就把祸事躲过去了？那好事更大，除了灵脉，还有别的东西。长明，你确认为师印堂没有变黑？是的，师尊，那祸象的确消散了。没有叶晨风在的地方，果然都是好事。长明长夜，随为师出城。宗门传讯任务变更，入境散修潜逃至清水郡。也罢，哪里都一样。飞起来了！师尊好厉害，好快！城外百里处，秃山便是地妖出没之所，就是这里了。长夜，你可有什么感受？师尊。我感觉你的好事仿佛就在这一块，但是又好像时候未到的样子呢。我儿能力还是太弱了，不能给师尊分忧。无妨，待你修行有成，天赋能力上定是会有长进的。我们可以在里面睡一晚吗？陆离同志，我是周振华。经过我们连夜攻克，灵脉探测法器的样机已经成功研制出来了。什么？这么快？虽然目前只是个样机，但一样具有实用功能。主公，样机能用，可以探寻灵脉。可以，我们知道你接了疑似灵脉的任务，为此特意加快了进度。样机已经拉过来了，准备传送给你。这么多灵力都无法传送，是有多大？终于成了，这是图纸上那个灵脉探测法器吗？怎的这么粗糙了？这是什么？这估计就是师尊常说的修士法器，大就代表着厉害。成了，真的探测到了，底下30丈，灵脉长度不足100米，是未成年灵脉。咦？这是什么？然天道贵生，若见脉旁半生灵矿，此灵矿非五金灵材之矿，实乃灵气结晶之矿，世间亦称灵石矿。灵石矿，我有矿了！一整条灵石矿都是我自己的，整个青池貌似都没有一条灵石矿。哈哈哈哈哈！长明长夜，今日为师4喜临门，得灵脉，得灵矿，收徒修为进益，必须庆祝！今天为师给你们熬粥，灵米粥。谢谢师尊，这米怎么这么香？灵米对你们修炼大有好处，刚好为师修为也到瓶颈了，说不定可以借机突破。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东西。师尊，我感应到气感了，我也是。灵米妖力庞大，足以助你们引气入体。盘膝坐下，运转五行诀。弟子成功引气入体了，我也是。好，从今往后，你们便是修士了。灵米的药力让我感觉到了突破炼气8层的契机。长明长夜，为师要闭关突破，你们护法切勿让人打扰。是，师尊。炼气8层成了，这速度，较之森林跟修士都不慢了。恭喜师尊！此乃黑芒术和风雷术，你们可参悟。今日教你们布阵之道。布阵有3技，即金燥，即脑浊，即手乱。砂石灵材至轻至杂，需身轻手缓，灵力度入，万不能偏1分1毫。1阶高级阵法能蒙蔽筑基，但只有遮蔽，没有杀法。万一有筑基发现此地灵脉端倪，用全息投影播放魔头出世，吓唬筑基修士。李举，我需要一个很唬人的视频。特效加满，原地变色，魔头出世，要有广角。对，色调调黑，阴魂满天，推镜头。够唬人，筑基修士看到必然心生忌惮。我也要开宗立派，这步子会不会有点大？陆离同志，团结就是力量。修仙界人口也决定生产效率，有了这条可成长的灵脉，你就有了内核资产。但守着宝山独自开采，效率太低。修仙界照样可以筹作业，宗门界势力安全大幅提升。国家会制定高效制度，把你一个人找资源变成整个宗门为你找资源。我们筛选培养忠诚弟子，他们就是你未来必助。到了那时，你坐镇中枢，独掌一宗，
不仅会缩短南天门计划时间，还能打造一个完全由我们主导的异界根据地。那时间节点是？等你金丹，我有能制衡金丹的手段，一定要稳扎稳打。太宗立派，陆掌教。长明，可是察觉到什么了？师尊，你好像要没了。啊！好，在我叶晨风的剑下，还从未跑掉过一人。哥，你快走，我挡住这鸟人。一起走，一起逃没机会的。家族交给你了。为了疗伤，在青池宗范围残害百姓，上千条人命，只为恢复些许伤势，有你不得！布阵完成，那还等啥？长明长夜，走，快走，逃出这里！为什么就不能饶我家一条生路？哪儿来的疯子？白袍，怎么这么眼熟呢？又是你！哎，陆师弟，你怎么在此处？这货走到哪儿，哪儿就不安生。叶师兄，此人是谁？算了，你自己的事自己处理。师弟断罗上还点着火呢，告辞。你青池魔宗欺人太甚，竟然逃不掉！他杀我弟，让我杀他同门，和我毛关系啊？误藏春生，起！这是筑基。快跑！他用秘术激发潜力，暂时突破筑基。陆师弟小心！完了，这小子死定了！完了！这是什么东西？长明长夜，可有大碍？我们没事，师尊。且去一旁观战，看为师斩了此僚。和之前见到的全身法甲相似，但比那个大太多了，力量也更恐怖。不是法甲，也不像傀儡，这造型。该死！这到底是什么东西？打我徒儿，追我徒儿，谁想杀我，给我死！炼气修士就能炼出碾压筑基的器物，这小子，你走运了，你走大运了。剑老，陆师弟他从今日起，你无论如何都要给本尊把此子拿下。给本真人滚开！火龙手！一级灵才到底是扛不住筑基层次的力量。你以为凭借着这点奇淫巧技就能挡得住本真人吗？简直是痴心妄想！叶师兄，我有一招，需要时间方能施展，你且去拖住他片刻。好，看陆师弟又有啥新花样？你还敢上来送死？贼子！为了我和师弟之间的牵绊，拼了！还我弟弟命来！程颖最强杀招，不是链条剑，不是灵械连射炮，而是这具舰载高能激光束炮。12块灵石，一次性消耗，心疼啊！这是天劫雷伐的气息。剑老，这是不好，快闪！什么鬼东西？哼，你跑不掉了！这是明明带着一股雷爽波动，却没有真正的天雷之威，
好奇怪，好凶厉的手段！对筑基级防护及生物体具备绝对贯穿及瞬时湮灭效应，威力达标。心疼，但确认了对筑基的杀伤力，值了。灵石只有几十块，但有3两瓶，这散修也够穷的。这是什么材料？陆师弟，这可是好东西。叶师兄，这灵瓤到底是啥好东西啊？陆师弟有所不知，溃散的灵脉中有几率会催生出一种名为灵瓤的宝物，可运填、拓荒、点药，是仅次于灵脉的天赐之物啊！这么厉害？可惜是消耗品，长则100年，短则数十年就会化为凡土，但对小修来说已经是传家之宝了。陆师弟，那具钢铁巨物能否卖我一具？直接拒绝助教，容易被灭口。叶师兄，此物炼制极难，我还需考虑考虑。也是，那师弟先考虑一下。这2位小兄弟跟着陆师弟，往后定大有出息。这2把1阶中级法剑就当见面礼了。这太贵重了，小小心意不算什么。多谢叶前辈。不用客气，我和你师尊是至交。怎么感觉这一路上那家伙看我的眼神都不太对劲呢？小子，还记得我刚才说了什么吗？记得，剑老让我暂时放弃修剑，全力攻略陆师弟。对，拿下他，让他成为你的挚友亲朋。他的百亿造诣，能让你踏足甚至我都未曾涉足的至尊之位。什么？这么厉害？暂时别去动火葬了，先把关系打牢。可剑老，怎么感觉我这行径像极了凡人戏台子上演的那些泡妞桥段啊？不过人家都是一男一女。胡说什么？这是战略。劳烦师兄帮我登记2名杂役弟子，姓名：陆长明、陆长义。都姓陆，你收的徒弟啊？对，挂在我名下。行，登记好了。这俩小子以后就是青池宗外门杂役了。多谢师尊。李举，我回来了，有重大发现。陆离同志，欢迎回来，各车间准备汇报最新进度。陆离同志传回的黑芒术，我们已完成解析，优化后威力提升3成。回春丹的成分我们已经破译了7成，正在尝试用蓝星材料替代。袁教授，灵芝培育进展如何？从全球1万多块地区土壤采集的样本，无一有效，灵米种子始终无法发芽。李举，我们部门有重大突破，提炼出的白鼠魂魄在仿生白鼠机器人内部成功存活了3分17秒。什么？魂魄和机械交互成功了？对，虽然只有3分17秒，但已经实现了魂魄驾驭机械的可能性。这算是间接永生了吗？灵械文明，修行与科技结合的文明方向。好，继续研究。李举，我这次带回来一件至宝。什么宝物？灵瓤，可运填、拓荒、点药的天赐之物，还有机甲残骸和战斗视频，一并传回。李举，指挥大厅内部出现了微弱的灵气粒子，我们终于要有灵田了。是啊，太好了，我们终于……天地有缺，一人为妻。徐牧同志，你怎么了？你哭什么？金剑轻壤，方知囚笼有戏。不可，徐牧晕倒了。陆离同志，出了点状况。许木在灵壤出现的瞬间，突然产生了剧烈反应。我听见了大概，他流泪念叨了几句话：天地有缺，一人为气，金剑轻壤，囚笼有戏，然后就晕厥了。什么？他说了这个？难道他是？李举，我想起来了，古籍中有记载，天地巨变时，修士会有感应。陆离同志，你的意思是？李举，我有预感，蓝星可能马上要有大变化了，跟我送回的灵瓤有关系。怎么感觉这和我在书上看的灵气复苏一样，动物都要成精了？万一真的是灵气复苏的前兆，那么我们又该如何面对这次机遇和挑战？立刻征调3大车间，研发灵气检测设备，全国布点监测环境。是。我们需要一个对灵气敏感的气纹作为核心。找到了，荧惑气纹，修仙界的照明纹路，
只要感受到空气中有微薄的灵气存在，便会发光。好，立刻设计设备。亮了！这证明灵壤正在不断释放灵气。紧急征调，生产线立刻停产。这批设备保证完成任务。哎，这可是咱厂的命根子呀！老师傅，国家需要他们去生产更重要的东西。好，大家上！乖乖，这就是传说中的749局。乖乖，这拉的到底是啥市政物资？怎么看着像外星科技？陆离那小子闭关5年了，蓝星已天翻地覆。5年前，张玄清首个引气入体，元老的团队开始种植灵米。异常资源流动引起 CIA 警觉，间谍潜入，朝阳群众配合国安一网打尽。为了掩盖修仙真相，发动惊涛核演习。漂亮国误判我们要吞并澳洲资源，他们认怂让出矿地，稀土资源稳了，伪装成路灯灵气检测仪，完成全国铺设监控网。修管局发布修身纲要，为灵气复苏打预防针。网民玩梗，修仙概念成功脱敏。张玄清炼气1层，首次施展小雨树蛟灵田；许木炼气2层，魂魄脑机成功，操控机械鼠，魂魄存入芯片保留意识，机械技术完成。元老研发嘉禾1号灵米，普通土壤可种。意外发生，陆离父亲梦中感应灵气，我也要修仙。检测仪与灵力警报，确诊灵力亲和特殊体质，像人形聚灵阵，全国隐秘普查同步启动。魂魄脑机接口芯片仿生灵系，灵道培育，抢夺矿产，体质探寻，修仙培养。业绩巅峰成了，下一步准备筑基。5年了，我潜心修炼，炼气炼丹，克阵不服，将100亿短板挨个补齐，炼气技艺踏入1阶宗师之级。恭喜师尊修为精进！不错，都进阶炼气6层了。这5年，他们让我受益匪浅，长明为我避祸9界，长夜为我屈服3桩机缘，不仅让我底蕴大增，就连筑基丹都多出1颗来。这徒弟收的妙计，让我看看你们的功法领悟。爆炎术。以火属灵力构建灵力涡流，将面状燃烧优化为线状切割，大幅提升穿透力。长夜，你施展一次。师尊，弟子也能稳定施展。但还远不够。爆炎术的本质是爆，不是炎，在击中目标瞬间，结构瓦解。灵力2次释放，就像穿甲弹或岩石隐性原理一样。记住，技巧是为了驾驭力量，而非束缚力量。刚柔并济，方是大道。弟子明白了。终极御风术，于足部穴窍构建瞬时喷流束阻，就像喷气式助推。师尊改进的功法比宗门强太多。是啊，1阶法术都能击败2阶，太神奇了。这哪是我改进，都是蓝星749局的功劳。好了。你2人下去体悟琢磨，为师和你许师伯还有约在身。许师兄，技艺又精进了啊！嘿，陆师弟，你出关了！哎，这是这几个月卖黑须战甲和流云战甲的分成。嘿嘿，咱们的货现在可是紧俏品。这次上千块灵石。3年前，许师兄励兵艰辛回宗，见完武大师直奔我洞府，嚎啕大哭，醉了3天3夜。后来主动提出合作，替我张罗收买法甲，又让师兄费心了。嗨，跟我还客气啥？你欺我3，是我占了天大的便宜呢。3年前，我们一个主内，一个主外，在青池地界创下了不为人知的产业。如今青池地界只因许师兄出手的法器品质极佳，却不知真正的炼气师是我。师兄，这是最新炼制的战甲，老规矩，卖完帮我把材料购齐，我继续炼制。
师弟放心，杂事有我。许师兄，我有件事。啥事儿？许师兄还不打算筑基吗？若再拖延，我怕错了机会啊。唉，师弟有所不知啊，筑基对资质要求高，对心性要求更高。本想着我历练一趟回来，不说心坚如铁，也该有望筑基。可现在怎的随着年龄越大，心灵反而越怯乎了呢？道心不坚，这才是筑基最大的拦路虎，只能靠他自己想通。那师弟就先告辞了。筑基对灵气需求极大，据说甲字号洞府都坐落在灵脉分支边缘上，灵气浓郁，对突破瓶颈大有帮助。劳烦师兄帮我办理租带甲字号洞府的手续。陆师兄，实在不巧，甲字号洞府目前仅剩9甲一处，且已被外门的白坤师兄预定了。白师兄虽然此刻不在，但最近常来，许是一会儿就到。书堂何时改规矩？洞府也预定了，本真人怎么不知？这声音怎么这么耳熟？见过真人，参见真人。叶师兄，陆师弟，好久不见呀！他竟然筑基成功，升入内门了。陆师弟，不慌，你坐，你就坐。我知道要看看谁坏规矩，还预定洞府。好大的架子！我等了5年，剑老终于等到这种机会，能在陆师弟面前人前显圣，助解其困。今日定要让陆师弟对我的感恩好生辩。没错，小子，把握住机会，好好和这陆小子增进感情，早日成了至交。这场面有点熟啊，好像下一秒就有人跨进来，嘴里冷哼着：“我就是白坤，怎么这人你绑了？我偏要干掉他。”等等，怎么又是姓白的？难不成又是上白峰白家弟子？不行，绝对不能和主角沾染因果。溜了。那个叶师兄，算了，我不租了。突然想起家里炼丹火还烧着，我先走一步。师弟母亲，不要担心那白坤，师兄在，别怕。师弟别怕，我今儿倒要看看谁坏的规矩。你就是白坤，好大的架子！外门弟子人未到，洞府先占了。见过真人，我家老祖乃青石5大金丹之一，真人如此辱没。上白峰又如何？本真人叶晨风上清风战堂教习，你若不服，叫你家叔父来同我论道。这是什么剧本？给我树强敌！这上白峰还真和我死磕上了不成？师兄，不就是个洞府吗？不租了，咱们走。晚间来我洞府畅饮一番如何？啊，师弟当真？当真。把洞府给陆师弟留下。身为狗道修士，这种时刻堪比应接敌人飞剑还凶残。待我升入内门，必要整治对方，只需陆离，随手就能摆平。唉，上白峰和我之间的梁子，早在白胜身上就结下了。陆师兄，您还租洞府吗？租，4个时辰。这灵气比我的洞府浓上5成不止。阵盘加监控，国家等着我的筑基数据，全过程都要记录下来。筑基丹若能筑基成功，便可接炼本命法器。而且体内识海自身空间，玉佩能藏于其中，再不怕被人发现。武灵根平日吸纳无数灵力，一旦筑基，无数灵力犹如水火不入，土木不容。药效用尽还没长，无法筑基。不筑基，此后不过数年生死道消。爸妈还在等我，大夏还在等我。幸好还有第2颗筑基丹。
神识外放，筑基已成，寿元220。哈哈哈哈！双羽佩这么神异，就把它祭炼成我的本命法器。这是玉佩展现出的幻象画面，一刀，万仙陨落，天地两分，神血染青天。这玉佩究竟是什么来历？我捡到它，可能不是偶然，得传讯大夏，绘制国家。陆离同志，我是李元朝。李举，我已筑基，感觉良好。陆离同志，我听你语气似是有什么事。算了，我有个视频传回去，你们看看吧。这怎么可能？那是什么东西啊？李举，你们先分析着。那个，我爸在不在？让他借玉佩。喂，儿子，我好着呢，我现在都炼气4层了。什么？爸，你修炼了，还炼气4层了？那当然，我没告诉你妈和你妹，每天早上出门说去上班，然后过来修炼，下午6点就回去。厂长还给我出了借调文档。大夏灵气这么稀薄，就靠灵上那点灵气，1周5天8小时，就能破入炼气4层。中年龙傲天也是傲天啊！你妈吃了灵米，身体好多了，还年轻了。你妹去部队历练了，都好都好。爸，你那体质摸透了吗？好像除了能更容易感受灵气外，再没啥特殊了。陆雷同志，战略组分析后认为，你当年得到玉佩或许并非偶然，你们陆家天赋过于好了。你父亲特殊体质加3灵根，你妹妹陆瑶虽无灵根，但精神力远超常人，过目不忘，超凡直觉，这对应修仙界的神识，可以肯定你陆家血脉有些问题。李举，你说有没有可能，我陆家祖上出过什么人物？我们家祖上，我老陆家世代为农，真要说出个啥了不起的，以前好像有位祖宗跟着李自成干过。罢了，玉佩之秘以后再说。筑基很快会入内门，炼气宗师路上烈风也没问题。叶晨风修建之事，估计这几天也就找你了。战略方向深入上烈风，坚持稳健，教导弟子，依靠长明长夜天赋刷资源，警惕上白风，替叶晨风修建，排除隐患。从门外那条灵脉继续潜藏，留作战略储备。明白了。叶师伯，我师父估计一会儿就回来了。陆师弟，你的修为，你今日是去筑基的？没错，师兄。师兄是来找你有事的。但看你刚筑基成功，师兄何事？师兄若想修剑，现在取来便可。修剑？师弟，你已是炼气宗师了。我原本就是1阶炼气师，筑基后熟悉熟悉，2阶顶级法器应当没问题。哈，不急，师弟先熟悉2阶器物。哎，像这小子不去打打杀杀，稳稳修行，未尝不是人生幸事啊。你不日要拜入四风，有件事定要小心。揠苗升仙。揠苗升仙？百圣家书里说这是好事，可叶晨风为何一副提防模样？这揠苗升仙具体几何，我也不太清楚。但你记住，入内门各峰筑基都有机会争夺名额，你只需放水，莫要显露头角，万不可掺和其中。实在不行，就来上清风，你我师兄弟还能互相照应。我要升入上炼峰，那里很多七道修士，与我正好相符。出脚走到哪就祸事不断，还是保持距离为好。来吧，一起喝酒。这猪脚酒能见如此之差，最多也就能和长明长夜坐一桌。师弟啊，你什么时候能同为兄离开这魔窟啊？走吧。
跟师兄走吧。那揠苗升仙到底是什么？去就是死。这魔窟，我早晚回来掀了。不是魔宗吗？怎的又成魔窟了？叶晨风，揠苗升仙是坏事，又说青池是魔窟，背后恐怕藏着大风险。实在不行，就带着徒弟跑路出宗。长明、长夜，今日为师收入内门，你二人无法进入，但为师会经常出来指导。为师不在时，定要请加勉励。谨遵师命。这储物袋留给你们，里面有感悟资源和百亿心得。苏师弟，这是我徒儿许雄。若我参会之后有什么不测，还请日后关照我这徒儿。陆师兄莫要悲观，许师侄也练气9层了，打算什么时候筑基？陆师弟，筑基了！你筑基了！见过武大师。陆师叔，师兄不必如此，你我相交甚久，这样叫反倒生疏了。不可，我若称呼你为师弟，那我师父不行。那这样吧，我叫你许师弟，你叫我陆师兄，咱们各论各的，武大师不会怪罪。你们聊，我就先告辞了。陆离，没想到你竟然都筑基了，侥幸习了炼气，攒了筑基丹。以此子为人，以及他和熊儿关系，若能将熊儿托付给他，远比让苏师弟来放心。武大师，你这是作甚？何必折杀晚辈？陆师弟，你且听我言。你刚拜托熊儿照看弟子，我也想请求你帮我照看徒儿。这储物袋内有数千灵石，若我入了风中大会，不能全身而退。以后熊儿在道途上，还请你指点一二，只求能让他多活几年。师父，武大师不必如此。许雄乃我至交，日后若有困顿，我定会出手。刚才你说要参加风中大会，这大会莫非就是揠苗升仙大会？没错。可否给我讲讲这揠苗升仙大会是何内容？我升入内门，岂不也能参加？内门每100年便有一届揠苗升仙大会，大会为秘境试炼，从诸多内门弟子中拔出真传。真传？对，若被拔为真传，得秘境道果，此后道途结丹之望大大增加。带上了无上金丹真君之位，便可对宗门分忧，广招弟子，自立一峰，故而有揠苗升仙之说。按武长庚说，这揠苗升仙看似有些危险，但也是风险中求机缘，怎得到了叶晨风那儿就全无好事？叶晨风背后有神秘存在，才知道点真相。难不成实际上，这所谓的揠苗升仙的真相，已经瞒过了全宗弟子？爹，您来了。孩儿最近修行顺利，许是今年就有望破入筑基。不是告诉你今年不准筑基吗？你着什么急？明年再说。筑基丹我今年也不会批给你。爹，到底为何啊？为了你好。有些事不告诉你，也是为了你好。你先缓2年，反正有你老祖在，多你一个筑基，少你一个没影响。我还想快点筑基，好收拾那2个家伙呢。我此次下山就是来警告你不要筑基。我先回去了，明年我就下来。老祖爷，今年封里的名单出来了，请老祖爷过目。拿来吧。就这些吧，再加一个，把白坤也带上，让他抓紧点。这段时间筑基，一同参加。老祖爷，坤儿他可是我亲儿子，您的亲重孙子。他也是我白家未来基石，没有他怎么能行？去吧。可是，万一什么？好歹也是真君后人，然后又能怎样？就这么决定了。去吧。哈哈，老爹还是心疼我的，白天还说不给。呵呵，
等我筑基，看怎么收拾你俩。陆师弟，这便是上炼峰，峰中洞府，你皆可挑选。内门没什么规矩，但每月必须去觐见峰主一次。今夜天色已晚，你明日再去吧。就这个吧，比较偏僻经济。这是灵田，内门弟子的洞府都坐落在3阶灵脉上方，洞府内是可以自行开垦灵田的。那意思是说，洞府内的灵田产出全是我个人的？当然，但也没几人浪费时间去种地。哈哈，那不就是我想开垦多少就开垦多少？一般内门洞府最多能开垦3、4亩有余，再多灵气就不够修炼了。陆师弟，没事的话我就先走了，莫忘明日去觐见峰主。陆离同志，这是你传回来的土壤？没错，灵田土壤。内门洞府坐落在3阶灵脉枝干上，这些土壤对蓝星有帮助。国家种植的嘉禾1号正好用此培养。最重要的是，这些东西可不限量，都穿越了还出100来瓶，未免太小气了。怎么也该先挖个地宫出来再说。当然了，防护手段也要跟上。超微型远距摄像头，监控距离达50公里，根本感应不到。这是大夏最新灵械阵盘，可监控方圆20公里任何生物闯入，还能检测魂魄类生物。筑基之后，5星诀已不能满足，但2阶功法少有武术属性功法，若转修其他就浪费时间，战力肯定也会下降。神识妙极，可察觉细微之处，比显微设备都有过之而无不及。有了！灵力运转若偏移半分，便可多串联3处巧穴，竟然有望将功法升阶。专为筑基名媛所创，名媛经传给李举。现在该试试战斗法甲2.0版本了。好期待国家制造的战斗法甲2.0版怎么样？不管是传送速度还是增幅效果，都要比1.0版本强上许多。猎鹰后承载，猎枪无敌攻击中学内存。对呀，人家不是还有贾维斯吗？怎么也该弄个人工智能？哎，等等，这人工智能和传说中的器灵是不是有点类似呀？1到3阶是法器，4到6阶是法宝，7到9阶器物有灵，便被称为灵器。据说灵气能心通修士，可自行攻击敌人。大夏人工智能发展迅速，学术 AI 在科研领域成为大领先。为什么不能培养一个修仙领域的学术 AI， 将修行知识、典籍、秘文、斗法全都灌输进去，组建修仙数据库？若数据库越来越庞大，构建材料越来越宝贵，有朝一日岂不就能培养人造典灵？让李举他们研究一下。这套法甲的缺憾在于材料，大部分主材还只是1阶高级灵材。若能换成2阶材料，战斗力绝对有质的提升。灵材是个问题，后面要想办法购得2阶灵材。自修行以来，就感觉钱永远不够花。战斗法甲售卖越来越久，买的人越来越少。青池3卷本就没多少散销，5年时间3卷市场全部饱和了。唉，能挣灵石的时候又全花出去了。如今刚筑基，法器材料都要换，又要用钱。青池3卷就这么大地方。能赚的灵石已经赚得差不多了，必须要想办法找条新路子了。罢了，找不到新财路，只能老老实实在宗中接单了。天色已明，是时候去见峰主了。上炼峰主金丹真君，关于金丹，宗中典籍也不多见。青池立宗数千年，弟子从未断代，炼器弟子数千人，筑基之人也还尚可。
怎么时至今日，金丹才区区4位呢？不对，白衣真君也是才升上来的，此前就3位金丹。整个青池三军，从凡人的人口基数，到散修，再到炼器，到筑基，每一层级似乎都有种规律，不太正常。陆真人，此乃内门制式法袍，可清心凝神，避尘祛湿，水火不侵。内门弟子每月可领灵石100块，真人别忘了去峰内大殿领取。多谢师兄告知，师弟先去见峰主了。新人弟子陆离参见峰主。这是金丹神石，好强的探查力，我的玉佩。进入我上炼峰，那你应是炼器师。而今什么品阶，什么层次？弟子已入1阶宗师。啊，炼器宗师，入殿里来。哈哈，不错不错。放眼整个青池，比你高的品阶有，但早已达到宗师的，你是首例。本座赤阳钻研气道数百年，虽是3阶，但也不过大师之境。炼器还是小道，真君一心修炼。哎，不用谦虚，陆离是吧？你很好，不错。假以时日，你若能证了金丹，必然有望3阶宗师啊！回禀峰主，弟子天生喜爱气道，能入宗师也是侥幸。至于3阶金丹，不敢奢望。哈哈，放心吧，只要你这宗师不虚，金丹必然有望的。本座也极喜炼器，此乃一门3阶气道术法，虽是残缺之物，但对炼器一道亦有裨益。你可以拿去参悟参悟。这是3阶气道术法，峰主，这太贵重了。不过是来见个面，就有这么宝贵的东西相送。狗道之魂告诉我，这不像好事。贵重只给有能力之人。这本秘法，你且拿去好生参悟。本真君看好你，你每月都要来觐见本座，本座要查验你领悟的如何。3阶气道术法相当珍贵，见面礼送这个，有点不对劲。若是送我3阶功法，我练成邪术，最后可以把我当补品吃了。可气道术法它有啥好处？让我技艺上涨，为他炼器？不对，金丹真君宝无3阶起，刚刚筑基，就算宗师造诣，但品阶还是2阶。见过师尊，恭喜师尊升入内门。起来吧，为师如今在内门有洞府，可以下发灵田任务，你2人每月都可以多接几次，来替为师料理灵田，同时指点你2人休息。师尊，我观你似是有好事将近啊。嗯，好事？可有方位？貌似就在宗中，但又不太明了。宗中？难不成和我今日得到的术法有关？去。这一下威力不小啊！若是长夜来挨这一击，防备不当，估计伤势不轻。长夜，平日不可随意替为师祈福，为师如今修为上涨，对你反噬加重，稍有不慎会有危险。我明白，师尊，这不是您在吗？好好修炼吧，为师去办点事，买2瓶2阶清慧丹。陆真人，1瓶10颗，价值数百灵石，2瓶共1200灵石。此乃筑基修士特有丹药，1颗能顶数月苦效，效用不错，价格也贵。相比1阶炼器修士所用的黄牙丹贵了10倍有余，由此可见，丹药利润可怖。唉，就是可惜，全自动恒温炼丹炉的研究，李举那边还没有太大的进展。若不然，我也不用为灵石发愁了。3阶气道术法，应该会很神异吧？我若是能将其领悟，或是传回家里，让大夏参悟其内秘法，说不定真的有望能研究出全自动恒温炼丹炉。丹药，尤其是1阶丹药，是整个3郡最大的消耗品。
若能批量炼制丹药，再由许师兄去卖，灵石定会源源不断。这才是真正的弯道超车，让大夏用工业化手段把修仙界的丹药垄断打破。3阶气道术法，神功玉刃谱残篇。气之道，非浊行也。再养其神，以魂为火，以意为锤，可断虚空。灵断章，以神识观想虚空炉鼎，引动灵气淬炼，气成自生无垢灵光。任心掌，将斩断意念打入气核，刃口衍生破法微芒，克制护体罡气。铸灵章，注入本命灵气，心意未动而任意先出。师尊，灵田已运养好了，若没事，徒儿就暂且退下了。这么快，运了几亩？回禀师尊，按您吩咐，我和长夜这3日又开了3亩灵田，且一一教过术法。3日，我感觉不过刹那，修行无10日。你2人去吧，这些灵石收上，争取早日突破。3阶御剑无法扩易，筑基身势强大，此计应被刻进脑子，传回大夏，让李举他们研究。李举，我把3阶气道术法送回来了。陆离同志，国家对功法研究小有掌握，就算3阶术法，啃也啃得出成果。尽快把自动丹炉给你打造出来。陆离同志，你前2天传回的2阶5行凝元经，我们已经在仿真优化，有你亲手升阶的功法，心得详细，仿真顺利，估计再过段时间就有成果。太好了！陆离同志，有件事你需紧急注意。结合你上次的疑问，我们突然发现整个青池3郡有大问题。大问题？什么问题？陆离，青池3郡问题，其一，千百年人口基数没变化，假设是控制凡人数量；其二，对姹紫之修士恶意大，是清除劣质灵根；其三，对外来散修毫不留情，是维稳生态环境；其四，每100年举行揠苗生仙大会，是定期选拔优先筑基。那么结论就是，凡人是土壤，灵根是良种，筑基是庄稼，100年一次统一收割。整个青池3郡就是一个被精心设计的养殖场，而你就是刚成熟的庄稼。那岂不是要被收割了？可能性有多少？不行，我先跑路呢。可能性很大，跑是不可能的，会被农场主抹杀。眼下唯一的办法，炼气，高调炼气。我们分析赤阳真君的动机，他需要3阶极品法器压制其他几锋，这是你唯一的利用价值。你必须让所有金丹知晓，能炼制3阶极品法器，甚至传说中的道级仙功。我明白了，既如此，那我就放开手脚钻研气道，高调一些。正好你筑基升了神识，对国家研究大有帮助。我们准备了一批卡在技术瓶颈上的半成品灵械，每次炼丹都失败，你看看。全自动恒温炼丹炉，每次炼丹失败，不是药效提升未尽，就是火候过剩。总体没问题，就是各个部件粗糙了些，气温偏差，阵纹扭曲，灵力通道阻塞，这些微观缺陷是大夏工业精度处理不了的。对呀，我才得的神功玉刃谱，灵断章专术，以神识为锤，以法为范，可以引动周天灵机自行淬炼气胚，杂质进去，浑然天成，正好用来修补这些微观缺陷。若能修成，这将是修仙界第一台真正能用的全自动炼丹炉，传统丹师会被彻底颠覆。是时候给修仙界来一场 AI 工业革命了。气之道，非浊行也。再养其神，以魂为火，以意为锤，断其锋芒。灵断章，起！炼！凝！成了！这神功玉刃谱不简单，我不过粗粗领悟一些，在气道上便有大幅提升。看看这个工业化丹炉效果如何？啊，真的成了！药效尚可，全自动恒温炼丹炉
暂且可用，但仍存在不少问题。首先便是成本上，修士炼丹耗费自身法力，丹炉炼丹要依靠灵石驱动，丹药成本明显上升，时间上也比我亲手炼制慢了数倍有余。但这还只是最普通的1阶黄芽丹，眼下这丹炉看似有点鸡肋，可若是能再改进优化、自动化，意味着无限产量，1台不够就10台、100台、1000台。只要能批量炼制丹药，那就得发财了。传统丹是人工行业也会被彻底颠覆。升入内门已有1月，今日发放也是觐见封主之时。离局说的对，唯一的破局之法就是高调炼气。今日就是我高调炼气的第1天，让所有人知道我陆离的炼气造诣，无人能比拟代替。陆师弟，陆师弟，五师兄，陆师弟最近可还适应内门修行？我正要找你说件大事。何事？你听说了吗？此次亚苗升仙大会没有人数限制了，4峰弟子皆可参加。怎么，以前还有人数限制？100年前据说是有的，最早4峰内部要先互相比拼，最后才能决出谁有资格参加大会。也不知道怎的，这一届竟然不用了，人人都可争夺机缘。陆师弟，你知道大会最大的机缘是什么吗？秘境斗果，此物100年一熟，乃宝树根果，服用者不论资质天赋如何，都会大幅提升修为，更能提高其结丹概率。那师兄可知，咱宗筑基数百人，怎得这么多年就出了4、5位金丹呢？这有何奇怪的？正道真君岂是那般容易的？凡人生灵根属10者无一，炼气破筑基期实难尽矣。入基入金丹千里有一，咱们宗这么多年有5位金丹已是幸运了。他不知道养殖场的事。陆师弟，你看，这么多人，大家都想搏一搏那秘境道果。这些人疏远将近。参见封主。阿凤，多谢封主。宣掌教谕令：下月15，门内举行100年一届的揠苗升仙大会。此大会不同旧制，不限名额，尔等皆有机会入宝库争夺，各凭机缘本事，所得之物皆归尔等。你们几个作为我上炼峰中坚力量，这一次一定要参加大会，不可懈怠。是。对了，还有你，你叫陆离是吧？啊，我吗？对，没错，就是你，你也要参加。怎么可能？身为狗道修士，这种时刻堪比应接敌人飞剑还凶残。既然被点名了，那就按计划高调一波，这样才能去掉我的名额。回禀封主，弟子最近在气道上略有进展，炼制出了一件小器，想请封主帮忙指点一下。哦，什么小器？且放出来，本座看看。这是何物？似是丹炉，怎的这般怪异？从气纹属性种类上，这就是丹炉，可造型却完全没见过。回禀封主，没错，这正是弟子炼制的丹炉。不同于旁人所用丹炉，弟子的丹炉是全自动的。全自动？何为全自动？还能自己炼丹？他意思是说啊，眼前这怪异之物是传说中的灵气丹炉，内有气灵，可以自己炼丹。什么灵气？陆离，莫要卖关子了。本座扫其气纹阵纹，不似无用之功。你且给诸位弟子们好好讲讲，这到底是什么物件？回禀封主，容我演示一番，诸位同门就知晓了。啥意思？这真全自动？就不管了？这便是全自动丹炉，真的能自己炼丹，以后再也不用丹师了。不对，这丹炉炼丹还要灵石呢，
谁家丹师贴钱炼丹啊？而且这么慢，有这时间都练几炉了？练几炉怎么了？这丹炉又不用你看着，时间长一些又有什么关系？此物若是再改进改进，若是不用灵石，换人来供应灵力，大批量炼丹，丹药无忧。一阶丹药能炼，3阶未必不能炼。哈哈，你不错，你很好。圣贤大会，你一定要去啊！尔等无事，暂且退下吧。我传你的气道术法，你领悟了？我看这丹炉似是有那术法之功。回禀封主，我的确领悟了一些。不错不错，1个月便能领悟，甚至用出你的气道天赋，果然不错。圣贤大会，你必须去，这等机缘100年一次。待你出来，宗中弟子谁不羡慕你？待我出来，等等，大会危险肯定也是真的，但听其意思，那机缘已经给我留好一份了。难道真的刻意提升我的修为，让我早能炼制3阶法器？这样一切都解释通了。传我术法，我又展现了如此高的气道天赋，还让我参加，弄了半天，那秘境道果就是给我留的。这纯黑幕啊！多谢封主栽培，弟子定当全力以赴。好，这才对。这东西不错，多炼几台卖给宗门吧。要贡献，要灵石，你自己挑。价格嘛，就按2阶法器的价格。2阶法器，那可是数千灵石。不过你可不能用此物在宗门内大量授丹，上元峰不会任由你胡来的。回去吧，好好努力。弟子明白。丹炉可在宗里卖，丹药却不行。其他弟子若是想买丹炉，估计也只能在宗外卖。这2天要去见一下许师弟了，得让他提前做点准备，好尽快将3郡散修的份额拿到手。许道友，当真是1阶黄牙丹能随意出售了，成色如何？成色自然上好，你请放心吧。我们有批货，不过话说回来，丹药紧俏，价格上肯定要上浮些的。上浮多少？每瓶1成。行吧，1成就1成。许道友，还请下个月来帮我带上3瓶。没问题，你也多给我宣传宣传，以后我们会长期出售丹药。在下还有事在身，告辞。许师兄，等等。我乃丹堂弟子，听闻陆真人炼出了自动丹炉，我想求购一件。放心，我等不通气道，不会反制的。诸位师兄弟莫要着急，丹炉成本高，炼制难。陆真人早就传了口谕，售卖要数月之后集中开始，现在可预销3成定金，陆明预定。3成定金是多少？100灵石，还想不贵？那个不是100灵石，是1000灵石。1000，3成定金1000，全款岂不要3000多块？一颗筑基丹也不过8、9千块。合众买这炼丹炉都能买1颗筑基丹了，这谁能买得起啊？这还是1阶法器吗？明明都卖到2阶极品法器的价格了。价格是贵了些，但拿筑基是消耗品，而此物是一条生财之道。说是灵矿、灵田、药源都不为过。若是炼器家族或师徒能有这么一件丹炉，此后就等于有了源源不断的丹药灵石。现在还觉得贵吗？这倒是有些道理，可这1000灵石对我等来说还是太多了。那这样吧，你们可以众筹购买。众筹？何为众筹？10个人，1人300，就能合伙买一台自动丹炉，1个月30天，每人1月用3天，1年左右回本，稳赚不赔。可万一有人拿着丹炉跑了，或耍赖不还怎么办？哼，陆真人早想到了，对方耍赖或者不放心，还可以再交一份押金险。啥险？押金险，谁耍赖就不退谁的押金。至于其余人，则会得到一台新的自动丹炉共用，并且还少一个人分享。这么好，那就解决我们后顾之忧了。好，许师兄，我们愿意订购一台。好嘞，诸位师兄弟好好考虑，我还有事，告辞。这种模式，闻所未闻。陆师兄，成了！3郡散修订单超过100瓶，外门弟子也被你教我那预售众筹押金险一套说法绕进去了，当场就有数人异动。预料之中。陆师弟，
你这些法子真是太神了。五师兄谬赞了。对了，大会在即，你得小心，其他3封天骄个个都是狠角色。劳烦师兄介绍一二。那玄冥曾剑斩3头妖将，元烟洞避过同阶真人，上清风那女子一记枯荣指，抽干密林生机。白家小子大金剑体，功法凌厉，这些人个个都是心高气傲、手段狠辣之辈。多谢师兄提醒，看来大会上也不是一点危险没有。三哥，以后到了内门可别忘了我们呀！是啊，三哥，您可是咱白家年轻一代筑基最快的人。空儿，内门不比外门，定要收着性子，万不敢惹了老主生气。咱们白家都指望你呢。二叔放心，看看你们3个如此天赋，都如此谦逊，不像那不知天高地厚的白胜，几年前说是初中闯荡，怕是早有不测。你们要牢牢记住，离了家族，谁也成不了事。我等谨记。此次秘境开启，你2人要展露锋芒，让各方看看谁才是未来执掌青池之人。不要留手，让那些侥幸筑基的庸才明白，真正的天骄与他们隔着天堑。谨遵祖命。剑老，上列封主指明让陆师弟参加升仙大会，危险重重，我决定陪他走一走。万万不可！你若是有点意外，老夫恐是要动大力气才能救你。这是我与他真正结交的最佳时机，若真力不能及，剑老你是去是留，皆可自由。哎，罢了罢了，大不了老夫再睡上一些时日。都是那该死的畜生，好吃好活，好恨呐！月半15，升仙大会，壮我青池，佑我仙苗，秘境于今日开启。这是怎么回事？玉佩貌似被什么唤动了，好像有一种危机感在提示我。事到如今，也无法退缩，只能谨慎行事了。陆师弟，我来陪你走一遭，相互有个照应。你也来了，叶师兄，多谢。赤阳此番走了大运呐，早早收下一个宗师之才。此子若能挣到金丹，道友你道途必展。哈哈，掌教谬赞，我不过是侥幸捡到个便宜罢了。白道友，你不必心焦啊，反正你上白峰新历不久，没什么好种子也能理解，不碍事的。哈哈。这秘境怎的如此诡异？那是白坤，竟然是你们！2对1，与我不妙，暂且退走，待我夺了机缘，出了大会，再收拾这2人。在叶某面前，你走得掉吗？想杀我？哼！老祖赐下的防御法器。土鸡瓦狗也敢和吾多言？不愧是主角模板，真的好强！这秘境好生诡异，怎的感觉这身体被当了养料似的？天降异象，难道是道果出世？
快，陆师弟，我们过去看看。